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股市跟台湾股市从7月初的高点到目前为止的表现。这是截至8月5号晚上的数据。很明显的，道琼目前下跌了 5.8%， 而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8.5% 左右，都还在 10% 的修正范围之内。纳斯达克是科技股挂帅，所以跌得多一些，来到 13.45%。不过最惨的是半导体类股，台股是由台积电跟一些 AI 概念股带头下跌，所以非常接近熊市定义的 20%。而比特币是风险资产的代表，它从今年初的高点7万多点跌至目前的最低点，已经回档了将近 33%。如果这不是血流成河，那么什么才是血流成河呢？在来聊我的看法之前，我先来做几个声明，先了解我不是什么样的投资人，以及我是什么样的投资人。在对我的立场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，你才不会误会我的看法，因为所有的投资决策都跟你的立场，也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互相联动的。首先，我不是预言家，我没有水晶球可以预测未来的股价，所以我不知道明天的股价是会涨还是会跌。虽然台股在昨天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跌幅，今天很有可能会反弹，但我还是不知道今天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。如果你可以预言接下来股价，你实在没有必要去看别人的影片，就依照你看到的未来去进行投资就可以了。第二个，我不期待自己的年化报酬率可以打败大盘，例如每年要 20% 或者一年要翻1倍。我觉得年化报酬率跟大盘一样，每年能够有7到9% 就已经是很厉害的表现了。根据7-2法则，如果你的年化报酬是 7% 的话，大概10年就可以把资产翻1倍，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。结合以上2点，我不是一个主动型的投资者，我不会去预测股价，也不会根据我的预测值去低买或高卖，想要去打败市场。那么我是怎么样的投资者呢？首先，我是被动型的投资者，也就是希望自己的投资绩效能够跟大盘一样好就好了。大盘上半年上涨了3-4成，我的持股部位也跟着上涨3-4成。大盘2天跌掉 15%， 我也一点都没有少跌。第二个，我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投资者，投资的尺度至少是以10年计。巴菲特曾经说过，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档股票超过10年的话，那么你一天也不应该持有。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完全的遵守，例如投资台积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不过我相信时间是投资人的最好朋友，所以我的投资都是以10年为一个尺度去做规划的。最后，我是用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待我的投资，也就是我同时会持有股票跟债券，每半年利用再平衡来调整股市跟债券的比例，不会单纯的看股市涨高就想要卖出，或者重挫就想要低接股票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努力去学习新知，探索各种不同的领域，并且很重要一点是，我用实际的行动来验证我看好的理论，因为学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行为。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我相信 4% 铁定法则是一个可以让投资人提早退休的好方法，但是我是相对保守一些的，我采用的是 3% 的铁定法则。那么我利用 3% 铁定法则，真的存够了足够的钱可以退休之后，我并没有继续留在职场上面，想要去赚更多的钱，想要在资产后面再增加一个零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事情。相反的，我勇敢离开职场，想用自身的实际例子去验证看看 3% 的铁定法则是否真的可以让我每年有足够的退休金。此外，影片的最后还会提到我用实际行动去支持理论的另外一个例子。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聊这2天血流成河的股市了，特别是台湾股票市场。台股在过去2个交易日的跌点应该是创下了历史纪录，2天总共跌掉了2812点。星期一的台期指收盘竟然还全部以跌停作收。虽然昨天的夜盘看起来有可能台股会在今天反弹，但是谁也说不准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搞不好会再跌1000点也不一定。我不知道接下来台股会怎么走，但是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台股从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走势。虽然过去1个月从高点下跌了将近 19%， 已经接近熊市的定义了。不过当你回头看台股从年初到目前的表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台股今年居然还有 11% 的涨幅，7个多月涨了 11%， 其实非常的厉害。在去年年底台股接近18000点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预测2024年台股有没有机会站上2万点，而我们现在离2万点并不远。在一开始也提过，
身为长期投资者，我们对于股市的合理期望是年化报酬率有7到9% 就非常好了，更何况目前已经有了11%。所以，如果你在年初的时候把所有的股票 APP 全部砍掉，跑到深山里面去独居7个月，或者你冬眠了7个月之后醒过来，看到台股从年初涨到目前居然上涨了11%，你应该会觉得台股今年的表现非常好才对。在讲完安慰的话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来面对现实，毕竟短短3个星期跌掉将近20%不算很小。但是我们在没有水晶球，在不清楚未来股市会如何走的情况之下，长期投资人应该如何面对眼前的股灾呢？是该卖出手上的股票，还是应该在现在勇敢加码呢？我们现在复习我常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什么时候该卖股票？我心目中认为需要卖股票的时机只有2个，第一个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第二个则是资产配置需要再平衡的时候。如果你现在受不了这几天台北股市的下跌，想要卖出手中的持股，让自己晚上能够安心的睡觉，那么你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风险承受度。毕竟试算表上面的数字无法反映实际的状况。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可以承受20%甚至30%或甚至更多的股市下跌，但是真的碰到2天下跌13.5%， 2-3个星期就下跌将近20%，整体市场都在哀嚎的时候，亲身经历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无法承担这么大的风险，例如0050正2这2天就跌去了27%，那么你真的应该减少股市的部位，想办法去增加现金或是债券的部位。如果你不是因为风险太高无法承受，而是听大家说现金为王，现在要想办法让获利落袋为安，你应该想想自己卖股票的真正原因，是需要用钱吗？还是需要再平衡呢？只不过在这种股市大幅下跌的情况之下，再平衡通常需要做的事情是买股票，而不是去卖股票。如果你不是因为以上2个原因想要卖出手中的持股，你为什么想要卖呢？也许你有自己特殊的原因，没有关系，那你就是应该把股票卖掉，让自己能够安心的睡觉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目前找不到卖股票的理由，所以我目前不会有任何卖股的动作。Again， 这是我的立场之下做出的决定，不代表你也应该跟我做出一样的决定。再来，如果现在不是卖股票的时机，那么是应该勇敢出手去买股票了吗？我同样整理了2个可以去买股票的时机。第一个是有闲钱就应该去买股票，第二个同样基于股债再平衡的理论，需要平衡的时候就去买股票。我们先来说说第2个，我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发了一个影片，那时候我说台股半年来大涨，让我的台股部位超出了原本预估值相当多，所以我会卖出部分的0050，让台股跟债券的比例回到合理的数值。我并不是因为看空股市才想要卖出股票，事实上我在当时还觉得台股有机会再上涨，但是在股票部位超出债券过多的情况之下，就是应该卖出部分的股票，这就是再平衡的意义。在卖掉了股票之后，部分拿来当做当年度的现金储备，因为你总是要用现金去买生活的必需品，另外部分则拿去购买债券。虽然我那时候并没有在最高点卖出股票，因为后来台股还冲高到24400点左右，可是现在回头看，那个时候的确是应该卖股票买债券才对，只不过我并没有严格完成自己的规划，大概只执行了1半多而已。这就是人性啊，你很难去打败人性的。但也多亏了在那时候卖出了部分的台股，现在才有机会可以加码。只是再平衡并不需要经常去执行，我个人认为半年1次就相当足够了。所以虽然股票的比例目前应该稍微降低了一些，我目前还不知道，因为我并没有常常去检查自己的资产配置的比例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到需要去卖债券买股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多等几个月，或者等到年底的时候再来检视。这是关于利用再平衡来检视是否需要买股票的时机。至于第一点，有闲钱就可以买，我是这样看的。如果你还在上班，还在累积个人的退休资产，如果现在手上有一些闲钱的话，在台股打了8折的情况之下，当然可以进场买一些，但前提是你知道累积退休资产是一场马拉松，并不是因为现在便宜就进场抢反弹，等股市反弹一段之后就想要把它卖掉就落跑了。这2者虽然都是在低点的时候进场，但心态完全不同。投资人千万要小心，因为现在的低点不见得是绝对低点，股市还有可能继续下跌。如果你抢反弹不成，变成是接刀，接到满手是血的话，可能会欲哭无泪。
最好的投资方法其实就是定期定额，在你原本制定的计划上面，坚持定期定额去购买市值型的 ETF， 碰到这一阵子的股灾，反而可以让你用低价去买进，累积更多的单位，这是我个人最推崇的一种投资方式。那么，如果你是退休一族，手上有一些闲钱，在有足够的现金可以支撑半年到1年花费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拿一些去买股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这就是我对有闲钱就可以买的看法。当然，最好还是要参考你自己的资产配置，决定要买股票还是买债券比较好。就算是买股票，也可以看看是要买台股还是美股，或者是其他地区的股票，并不局限在台湾股市。回到股市预测这个话题，虽然我没有水晶球，但是我喜欢看宏观的经济数据，再搭配股市的长期走势做一点小预测，纯粹是兴趣而已，并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。我之前也曾经提过，7月底8月初，美国公司的财报陆续开出之后，很可能会有像样的中期回档。那时定义的中期回档大概是10到15%。美国的道琼跟标普500指数仍然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但是台股跟费城半导体指数，一个已经跌破了20% 的熊市门槛，另外一个也不远了。不管是哪一种下跌，市场已经反映给你看了。这个时候再去找各种的原因，例如美国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，日元升值是不是导致这次股市大跌的原因，还有中东可能会因此而开战等等，这都有点像是马后炮去做分析，其实没有任何的必要。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事前做好足够的规划，把各种最坏的状况尽可能考虑进来。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，尽量照着原定计划去执行就可以了。我的计划很简单，长期去持有市值型的 ETF， 让我的绩效尽量跟大盘一样。需要钱跟需要再平的时候，再考虑去卖股票。所以这几天的下跌完全不影响我原定计划。不过我之前一直有在研究0050正2这档杠杆型 ETF， 我觉得它有一些优点，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否适用于所有的人。至少对一个退休族而言，我直觉上认为不应该过度投资在杠杆型 ETF 上面。举个例子来说，0050正2从高点到昨天总共下跌了37%。如果你有3000万的资产放在0050正2里面，一个月的时间就蒸发掉1110万元，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当然，同样的状况，如果你有3000万放在0050里面，一个月也是跌掉22%，那也是650万，看起来好像也是非常的多。不过这两者的下跌在心理上还是有根本的差异的，所以这是我对0050正2还无法完全放心的最主要原因。但是范尔族在退休之后，可能还有30到40年的时间，仍然是相当长的一个阶段。在股市长期看好的情况之下，持有部分的0050正2好像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所以该不该买0050正2这种杠杆型的 ETF 呢？我之前就曾经说过，我会投资一部分的资产到0050正2里面，所以趁着这波下跌，我进场了一张0050正2，让自己来持有股票，实际参与其中，你才会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，才有可能给出比较中肯的建议。这是我在星期一即将收盘的时候买的一张0050正2，这不代表我加入了正2教，因为好像有一派人是这么称呼买杠杆型 ETF 的投资人。我不会把所有的股市资产都移转到0050正2里面去，因为我承认自己无法承受这种波动性。当然有人会说，把一半资产放到0050，有剩下一半放到现金，这种投资部位其实跟你直接买0050是很类似的。不过我以后再来研究这个话题。但是我并不想要永远待在旁边去问别人说水是热的还是冷的，只有当自己把脚伸进去之后，才可以去体会它水的温度。我觉得台股接下来还有可能继续下跌，代表这张0050正2有很大的概率是会赔钱的。我目前的策略是这样子的，如果台股在下跌10%，也就是跌到18000点左右，那时候0050正2应该只剩下150元，我应该会再买一张。如果台股再下跌到16000到17000点左右，应该可以再加买一张。也就是说，我利用傻瓜投资法，台股每下跌10%，我就进场加码一张。最后我应该可以买4到5张左右，不过我希望台股不要跌到那么惨就是了。至于何时要来卖出呢？原则上我应该放10年左右，可是我可能会想要去测试如何利用这类的杠杆型 ETF 来打造现金流，因为它并没有发放股利，所以我中间可能会买卖一些零股来做实验，但那可能是1-2年以后的事情了。如果我在买进之后有其他的想法，我会在另外一个0050正2学习笔记的系列里面跟大家报告。
以上就是我针对台股这2天大跌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